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我们来到了第172讲啊，主题叫做“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啊。人有6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什么叫做根啊？就好像一切果树的种子啊，种在泥土里啊。一定是先生根嘛，然后才能够发芽，慢慢茁壮，然后开枝散叶啊，最后开花结果嘛。由此可知呢，根就是能够让万物生长的意思啦，落地生根嘛。那人的6根刚好对外境的6尘，有学佛大概都知道这基本的了哈，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叫做6尘嘛。那什么叫做尘呢？凡一切世间的事物啊，能污染我们清净本性或污染我们清净心的，都叫做尘啊，灰尘嘛。那6根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跟外境的通道啊。所以6根跟6尘呢，刚好一个对一个啊。6根的眼对6尘的色。6根的耳对6尘的声啊，所以是眼见色，耳闻声啊。其他4个也是一样啊，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接触，意对法。没有通道的话呢，2个之间就对不起来了嘛，好像桥梁一样嘛，对。那偏偏这6个通道呢，每一个呢都通畅得很。而且随时能够起反应而反应的好坏呢，就影响我们心情的起伏跟情绪的起落。所以6根对6尘之后呢，对上之后呢，马上就产生6识了，知识那个识的。那什么叫做识？识简单讲就是心的别名啦，心的别名啦。那我们的心一碰到境界，很容易就起分别了嘛，也就是说，心会对那个境呢产生识别的作用，叫做识别嘛。那6识就是6种识别，眼能见色，眼能见色，眼睛能够分别红色、黄色、绿色、白色、黑色等等嘛，连山河大地、男女老幼、喜怒哀乐等等。眼睛看得见的都叫做色，色声香味触法的色也是这个意思啦。好，那耳能闻声，耳朵能够分别什么？人家哭啊、笑啊、唱啊、叫啊、闹啊、骂等等嘛。那鼻能嗅气，分别香臭各种不同的气味等等嘛。那舌能尝味，味道的味。舌能分辨酸甜苦辣咸等等不同的味道嘛。那身能触物啊，就是身体一接触到东西呢，就能够分别东西在不在或者长短、大小、粗细、方圆、软硬等等的感觉嘛。总而言之呢，只要6根对6尘彼此搭上线，就会有百千万种识别的能力，所以叫做6识。刚刚前面讲识就是心的别名嘛，其实也可以说识也是一种境界啦。6根对6尘，然后产生的碰到对接之后，产生一个境界出来了因此呢，一旦我们的心接触的外境，就会产生识别嘛，所以才会有顺逆顺境跟逆境佛境跟魔境喜欢跟讨厌等等的分别了嘛。那了解以上所讲的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再来回想我们读书会经常提到的对境无心处事无心笃静不动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在强调说6根接触6尘之后呢，虽然会产生识别或分别但还是要警惕自己
有这个境界产生，那我们就会去分别嘛。那这个时候就要警惕自己哦。心无所住，这个住就是很在意它啦，执着在它的意思啦。那不执着在分别这个相里面，所以《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个道理嘛。还是会生心的，但是生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啊。因为我们都具备识别的能力嘛，识别万物的大小、好坏、顺逆、甘苦等等嘛，我们会识别、会分别、会区别啊。但是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他比较能够升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呢。他也是有识别，但是他不会因为有妄心分别，心执着在那里，不会。简单讲，会有识别相的能力，但没有分别心的执着啦。人之所以会感觉被冷落啦、被埋没、被伤害、被打压、被羞辱、被凌迟、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其实都是内心自己的反应嘛。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或这个人看法跟想法啊。你如果眼见恶色而不住于心呢，耳闻恶声而不住于心呢，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样就是对恶色恶声不生反应的，那也就没有事的啦。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就是这样的，也是他的意境啊。孟子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啊，整个句子很长，但最后一句是重点，他是这样写场面很长，好。听其言也，观其谋语，人焉受哉？我把这重点拿出来就好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听其言也就是听一个人说话，观其谋语，谋就是什么观察他的眼睛。人焉受哉？就是说观察他的眼睛然后什么听他说话人焉受哉？这个人内心的好坏就隐藏不了的啦，就可以看出来的啦。所以听他讲话，再看他的眼神，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了。这个就是叫做识人之明啊，识别一个人啊。孟子还讲一句话，他说他讲伯夷啦，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后面也是很长了那我们就取重点来分享。意思是说，哎呀，伯夷这个人眼睛不看狐媚之色啦，耳朵不听淫荡之声啦，而且如果不是很好的君主他不会去侍奉。那不对机的人呢，他也不会去跟他互动，他也不教他做事情，不会。天下有道，伯夷就出来做事了；天下无道，伯夷就退居乡野了。其实很多古人都有这种的合则来，不合则去的胸襟跟气度因为这些人是君子。当然，古代也是有一些佞臣跟小人的那孟子这样称赞伯夷的风骨呢？不过称赞归称赞，有一点我们不能学伯夷的我们也要分别字就是伯夷为了不让自己的心受到污染，而尽量避开一切的污染源这个这样做是没有错了。虽然道德涵养很高但避世的心态，这个我们不能仿效。他离群独居都不对的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刻意去遮住自己的双眼不去看不好的地方。有时候你看他或你不去看他或逃避他，并无法处理问题，没办法解决问题问题也不会因为我们避开它就自动消失了。有时候呢，视若无睹，消极逃避甚至粉饰太平，后果会更加严重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或人群中这随处可见甚至有惨痛的教训所以才说嘛，近思语才说嘛，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
这句话我们也曾经分享过啊，实在很有道理。讲不见恶色，不闻恶声，但有时候该正视它的时候，还是不能逃避。该见还是要见，该闻还是要闻那这样到底会不会混淆啊？一下又要听，一下又不要听，对不对？一下说要见恶色，一下又不要闻，一下说不要闻不要见恶色，不要闻恶声，一下又说还是要见，还是要闻，那这样会不会搞糊涂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回归到不二法门所强调的什么？见而不见，不见而见闻而不闻，不闻而闻就是听而不听，不听而听那到底有没有听到底有没有见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这就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不二法门也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希望自己是怎样的人，又希望别人如何来评鉴我们，来看待我们呢？如果别人把我们比成这个人好像是纣王啦、幽王啦、勤快啦等等啦，我们一定是很不高兴嘛，那都是坏人。相反的，如果别人把我们比作这个人好像伯夷好像叔齐好像岳飞文天祥等等，那我们一定很欢喜被别人肯定赞叹为什么？因为前者是无道之人后者是有道君子因此，一个人受不受人尊重，就在于是否有道，是否有德想要有君子的形象跟气质基本上要具备4个条件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4个条件，做君子的4个条件。第一，举目不视恶色第二，用耳不听恶声第三，非法不敢乱道。第四，无德不敢妄行好，先讲第一个举目不视恶色的意思是说，眼睛一张开，不该看的他不会去看，看到别人现金刚怒目相或者阿修罗相，他见如不见；看到妖艳的美色，他眼见但心不惑，不迷惑凡是会乱人眼目的，他都远离。为的就是不在自己心眼里留下恶色。那好，用耳不听恶声的意思是什么？君子的耳朵不应该听的他不会听，不好听的声音他不要听，邪知邪见的声音他不想听，是非闲话的声音他不愿意听，因此他耳中没有斗恶粗鄙之声，没有是非歪理之言甚至那些邪妄奸佞荒诞不实的那些称赞或者是什么巧言令色也好毁谤也好，通通不听不闻，这个对我们身心灵无益的，不要。好，非法不敢乱道这个道就是指道路跟走路的意思君子非法的地方他不去，非法的言论不说非法的道理他也不信就是我们常讲的以法为师跟以法为最高道德最高指导原则意思是一样的。因此呢，君子做人呢，谨守口德，不骂人，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君子不会巧言令色，刚刚讲的不会阿谀逢迎、拍马屁或拉关系的君子不说则已要说就说诚实言说雅言正语或者给人家启发，给人家明了这个就是非法不会乱道的意思也就是说，要说话就说雅言正语无德不敢妄行就是不符合道德的地方，即使很近，那隔壁他也不会去。相反的，有地方可以求法闻法，即使舟车劳顿他也会想办法全球的慈济志工千里迢迢回来，心灵的故乡花莲净思精舍就是最好的例证平常省吃俭用这种返台为了见识一面，
要取经求法，机票再贵还是花啊。尤其现在疫情过后，那机票等于双倍的钱啊，还是很多人回来。所以君子做人处事或有所行动，都要有道。这个道就是方向正确，目标正确啊，有重点，有意义啊。过去呢的这个佛门禅师啊，除非要读经，否则呢不随便点一支蜡烛的呢，连一支蜡烛他都要审呢。其实我现在家里也是一样啊，我忙着关灯啊，没有用的灯就把它关掉啊。开灯容易，关灯难呐，对不对？开风扇也是一样，懂得开不懂得关呐，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应对进退要抓得非常的精准啊，这个就是无德不敢妄行的意思啦。好，以上4个讲得非常有道理哦。我们如果可以把它落实在生活中，那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啊。好，一个人如果眼睛常见恶色，耳朵常闻恶声，6根常常被6尘所引诱污染，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6根不清净啊。举例来说了哈，该看的书你看不下去，不该看的八卦新闻你看了一堆，这个叫做眼根不清净啊。该听的智慧法语听不进，不该听的胡言乱语听了一堆啊，这叫做耳根不清净啊。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不该说话的时候却口无遮拦，信口开河说了一堆，不懂得机智的问答，也不懂得适时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不信，近似语啦啊。那这个也叫做舌根不清净。该想的想不起来，不该想的就胡思乱想，该记的记不起啊，不该记的就忘不了啊。说他好话呢记不起，讲他几句忘不了，这个叫做头脑不清净。总而言之啊，眼耳鼻舌身意常常被色声香味触法迷乱，欲心深重啊，贪欲不断啊，这个就叫6根不清净啊。6根不清净，日子当然过得无法很平静，这也是一种不幸啊。人如果每天早上起床后要上班前呢，能够做一点静思或静坐，或听经闻法，做一些心灵杂技啊，之后再做一些运动活络筋骨，这样先调整好心情，整理好体能再出门呢，则肯定一天的生活情绪呢会大不相同哦。这就是好像运动选手嘛，那比赛之前他要先做一些暖身运动啊，身体机能才能够有效进入状况。就好像早晨车子要出门之前啊，先让引擎热身一下，尤其是冬天啊，引擎要先 warm up 一下，先热身一下才能够开动啊，这样车子的各机件更能顺利运作，同时也能够延长车子的寿命啊。有开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样的概念啊。那车子要这样照顾，身心的照顾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在早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呢，心情最平静的时候，去看一些高分贝的八卦新闻报道，或看一些无益身心且令人耸动的媒体新闻或是晚上下班后还带着疲惫的身心，却还要自愿去接受这些言论偏颇或画面激情的一些电视节目的折腾跟搅乱呢，这样就是在潜意识里面一直在种植恶声跟恶色的种子啊。心情要好，生活要清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会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的人很可怕看电影看电视都喜欢看那些恐怖的鬼怪灵异的那些东西脑筋里装的通通是那种杀盗淫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以后出现的就是阿鼻地狱的苦状所以这一些科幻恐怖片以及怪力乱神哗众取宠的电视节目，我建议我们少看为妙，让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尽量是清净的因素学佛有一句祝福人家的话，叫做静因增长就是这个意思啦
清净的种子，静音呢。像一代高僧大师弘一大师嘛，他是律宗的大师啊，他跟虚云、印光、太虚同时被称为民国4大高僧啊。4位大师中最有传奇性的就是弘一大师啊，他的一生呢就好像神话一般哦，他书法啦、话剧啦、艺术啦、音乐啦，样样通哦。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民谣，叫做《送别》，就是由弘一大师编曲作词啊，一唱大家就知道了大家都听过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啊，很出名的民谣这出自弘一大师的手笔可见他的文学造诣之深他的书法虽然很好，他连用写这个杀到引望的字，他都拒绝连写都不想写，不要说不去想连看都不看，听都不听，写都不写讲都不讲这就是远离恶色跟恶身，也就是要常保自己的6根是清净的，不要去接触，就不会沾染我们清净的潜意识嘛。也就是让我们的阿赖耶识尽量充满静音用一句庶民语言来讲更清楚，叫做荒芜的土地长不出好的作物纷乱的心田开不出智慧的花朵这句话很好不管是弘一大师或证严法师或每一位高僧大德都好，他们都是6根清净方为道也因此世俗间的种种的障碍，对他们这些高僧大德来讲都是如履平地你困难重重他是觉得如履平地很简单不起涟漪因为面对所有的恶劣的境界呢，他们都是保持什么随起随灭不自心中的功夫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所以弘一大师才会说心清国土清，就是这个道理人们长期耳濡目染这个恶身跟恶色自己的人生观跟思想已经被潜移默化，自己不知道这个可以从近年来呢，台湾社会的这个政治对立民众因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不同而逐渐两极化的那种情势得到印证一些网络媒体或网络讯息不但无法扮演病态社会的抗体反而成为纷乱社会的乱源那现在有手的手机更严重电视很少人看，都看手机的里面什么都有一机在手呢，天长地久；机不在手呢，魂都没有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种恶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甚至以假乱真。我们稍一不慎就信以为真，结果呢就是什么慢性中毒了。最怕的是自己中毒自己还不知道。八卦新闻看得太深入也是无益心灵但有些新闻讯息不知道也不行不是说这样就不看了，不是这样子有些新闻不知道也不行所以最好是什么？八卦性的远离我心，知识性的参考我心，教育性的常记我心相反的，如果是无益心灵的，把它牢记心头，而有益心灵的就放诸水流，这样就是颠倒。观念偏差跟知见颠倒，也都叫做倒悬苦难的众生那不见恶色跟不闻恶声的意思是说，意思不是说看不见或听不到也不是说故意不听故意逃避的心态也不是说眼不见为净不是只是看到恶色或听到恶声都不要放在心上。做得到就是在自己的心中装上了
防毒软件，做不到就会经常遭受到骇客攻击啊！所以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不是消极逃避，不是这样哦。这个区别的界限要理清楚，才不会误解这句话哦。有些人呢，天天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生气啊，不是别人有恶色或恶声哦，是自己有意恶跟念恶哦。也就是近思语里面讲的，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跟别人无关。恶色跟恶声不是来自别人啊，而是自己的心念造作。这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啊，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看到的。所以不管恶色或恶声是来自别人，还是自己的自信的显现，这个都是让我们起心动念的嘛。那既然一定会生心，免不了的，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嘛，借力使力嘛，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生起一念无所住之心呐，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的。这样讲大家应该很清楚啊。如果要把这样的道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的话呢，具体的办法就是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好像梦幻一般呐，在演戏啦，不要那么认真呐，不要认真，不是说不要用心哦，不要太会计较啦，看开一点啦，学习维摩居士的游戏审美啊，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呐，我是在游戏人间哦，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那就不会受到恶色跟恶声以及利害啦、得失啦、是非啦等等的影响而烦恼不已啊。这个方便法，各位同学可以不妨试试看，把它用的巧妙呢，问题跟烦恼自然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就是什么？不必吃药，自己就会痊愈了。因为这是心理的病，不是身体的病啊。身体有病就要服药，心理有病就要靠正法。身体的病是药到病除，心理的病是法到病除啊。身体的病，生病好医啊，心病难医啊。那不管是生病或心病，都有它的因缘呢。病的因缘成熟了就生病，没有因缘就不会生病了。那其实真病是没药医的，药医不死病，药只能医不会死的病。如果是真病，也就是到了业尽、受尽或者是福尽，时辰到了啦，这个时候即使是神医或神仙来都没有用，佛菩萨来也是挡不住。佛也有三不能啊，其中一个不能就是什么？不能灭定业啊。什么意思啊？不能帮众生消业障啊，自己的业障要靠自己去消啦。诸佛菩萨顶多是告诉我们消业的方法啦，真正要消业还是要靠自己啦。也就是解铃要靠系铃人，系铃人就是自己。心有千茧结，那个心结是自己打上去的，没有人帮你打的，是自己作茧自缚啊。同样的道理啊，天下是本无事啊，有事的话都是庸人自扰之啊，不是吗？烦恼也不会自己跑来找我们啊，有烦恼都是自己心随境转而自寻烦恼嘛。同理啊，石头也不会跑来找我们的脚啊，铁板也不会自己跑来踢我们啊，是我们自己去踢它，不是吗？其实啊，一个人如果会常常心肝乱纷纷啊，心肝乱昏昏啊，或者心情郁卒啊，心情恶劣，烦恼多多，虽然造成这样的原因很多了，但是六根不清净绝对是主要原因的。有一次在营队中有一位学员提问他问说：为什么慈济人不鼓励参与政治呢？那慈济人既然心念纯正，一心不乱，那就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污染啊。问这个问题我这样回答他了：良禽择木而栖跟孟母三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环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很重要，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要修行，就要选择适合的环境来修身养性啊。虽然说环境不能改啊的时候呢，只好改我们的心境啊。这个是指无从选择的时候呢，自我转念啊。但是如果有选择权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对我们修行有利的环境啊。政治会有政争、竞争、斗争、抗争等等，会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其实政敌也是敌人啊，对敌人仁慈，对自己残忍啊。这样的心态跟修行者要心宽念纯的目标是背道而驰啊。尤其在争的过程中，很容易什么意气用事、义愤填膺嘛，而伤了和气。这个不要说政治里面啊，一般我们人群中就是这样子嘛，想争就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嘛，造成冲突跟对立，不是吗？所以在政治斗争里面呢，常常是赢了战争，失去和平。平常我们也是一样的，不只是政治里面的。那这种活生生的现象，在现实的社会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也因此，佛陀在2500年前呢，就已经自戒了嘛，对修行者的言行举止啊，做出预先防范跟约束嘛。那正言上人对慈济人的修行也强调要与时俱进啊。以前是5戒啊，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都要什么？制定10戒。那其中不参与政治呢，是10戒之一啊。所以学佛者可以关心政治，但不必参与政治啊，也不要参选或助选啊。修行需清楚知道自己的身心归一处，跟安身立命之处，因此选择去处也是十分的重要啦。人在江湖会身不由己啊，人在净土才会身心由己啊。修行人不必为了要强调自己的一心不乱，然后故意或刻意跑去不适合的地方，这个要证明什么呢？对不对？或者跑去环境复杂、跟不亲近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耶，这个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呢？对不对？除非你是维摩居士的功力啦，他虽然是在家啦，但是他是在家佛啊，我们是在家的一介凡夫啊，差在这里啊。我是这样回答那位志工了哈。那有一个道理呢，我们也是要很清楚哦。隐恶扬善虽然是一种美德嘛哈，如果是非分不清，那就很要不得哦。这句话是正言上人讲的，因为这个会造成心智成长的挫折。所以如果因为隐恶扬善而造成是非分不清，哇，这样就是什么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呢，就很不好。我们虽然不去讲别人的错，但事情的是非对错，心里要有数啊，不能和稀泥啊，要能分辨得清楚啊，这样才是有智慧的好人。隐恶过头，就会有消极逃避之嫌呐；扬善过头，就会有粉饰太平之嫌呐。这样就会失真呐，就不是真相与实相的啦。所以走入修行之道，要学习隐恶扬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隐过头或扬过头了，这也是一种过犹不及了，这样就不好了。在人群中啊，不止我们忙啊，别人也在忙哦；不止我们动，别人也在动哦。所以境界是动荡不定的，千变万化，捉摸不定的。我们如果事事都要随着外境去起舞，闻声起舞啊，那肯定是身累心也累啊。所以人要懵懵懂懂而聪明，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懵懵懂懂而聪明的意思就是说，平常看他糊里糊涂的，但碰到重要事情的时候他变得很精明很聪明哦。那聪明而懵懵懂懂意思是什么？平常看他很精明很聪明，但碰到重要事情的时候，他却反而糊里糊涂的了。这叫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嘛。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懵懵懂懂而聪明，看起来好像很好，其实还不够好。聪明而懵懵懂懂，那更是不好。因为有智慧的人呢，日子不会过得懵懵懂懂而醉生梦死啊。
有智慧的人能够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这个叫做耳聪目明啊。耳聪目明就是耳根跟眼根都很清净嘛。虽然有聪也有明哦，但这个不是叫聪明哦，因为聪明还是属于污染的啊，智慧才是清净的啊。所以佛家都是讲智慧增长嘛，没有人讲聪明增长嘛，道理在此嘛。智慧是出世间的，聪明是入世的啦。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眼不见恶色，耳不闻恶声，就分享到这里。祝大家能够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啊，这样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好，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